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对于博君一肖，我们什么时候说再见？关于这个问题，仿佛是从2019年那个炽烈的夏天开始，就一直如影随形，浸润着博君一肖出现的每一个重要节点。就像刚刚新鲜出炉的对肖战端午小粽子寓意的解读，对王一博街舞无粉嫩妆的诠释，真是锵锵多人行，以至于看评论比看正主更精彩。看得多了，我也有话要说，那就将题目非常直白质朴的制定为：对于博君一肖，我们什么时候说再见？那我们先来分析一下，我们和博君一肖为什么相见。我至今还清晰记得走进博君一肖世界的最初悸动。那是一个很普通的午后，阳光懒散，伏案的我更懒散，昏昏欲睡之中，隔壁的小美女神秘兮兮的将她的手机直对到我的脸上，道：咋有人这么帅？我猛一抬头，被那美女眼中的热切期盼所蛊惑，就瞄了一眼屏幕，只这一眼，我沉沦至今，王一博的水舞台，然后就是他的《陈情令》，从而认识了博君一肖的另一位主人公肖战，然后就是4年来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大开大合，大起大落。不管是两位身处漩涡中的主人公，还是追随二人从最低谷爬起来的粉丝，这1000多个日日夜夜都不轻松。这个过程里，我有过疑惑，有过彷徨，有过不解，有过伤心，有过无助，但却从未想过离开、和解，皆因美好2字。如果有人从万千眼眸中只看到你眼中的星辰大海，如果有人从芸芸众生里只看到你身上的流光溢彩，如果有人从汹涌人潮中只看你来临的方向，你的痛有他懂，你的伤有他扶，你的泪有他问。为了你，他可以是霓裳，只为你锦上添花，也可以是盔甲，只为你征战杀伐。分则各自为王，合则天下无双。两个人都活成各自领域的翘楚，然后分享荣光，再奔赴下一场顶峰相见。纯粹、向上、坚韧、励志，这样的美好，人人期盼，却不是人人有幸遇见。所以，遇到了，见到了，除了珍惜呵护，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不是意味着我一定会对这份美好加上10000年的契约呢？那也未必，因为如果出现下列情况，我会毫不犹豫地对博君一肖说再见，而且再也不见。1. 不再爱岗敬业，而是敷衍塞责。这2人让我最感动的就是对自己所从事工作的热爱。如果肖战不再精研演技，奉献一个又一个可圈可点的荧屏作品，王一博不再刻苦磨练，呈现一个又一个精彩酷炫的舞台，而因为一点夸赞、2束鲜花，就迷失自己，而对这份工作敷衍懈怠的那刻，就是属于他们的演艺之灯熄灭之时。因为霓虹灯下再璀璨夺目的明星，不管是歌手还是演员，不管是舞者还是画师，说的直白一些，都是一种工作，都归属360行之一，和街头的商贩、田间的农人一样，都是靠着自己的努力与汗水，供养自己，奉献社会的一种职业。如果这2人对此没有清醒的认知，那么一个连本职工作都做不好的人，不抛弃留着碍眼吗？2. 不再砥砺奋斗，而是妄自尊大。他们的砥砺奋斗，往往让我为之动情。像初出茅庐的肖战苦练舞蹈，
磨掉了脚趾甲。当别人问他明天还练不练时，已经疼得满头大汗的肖战坚定地回道：练。像已经功成名就的王一博，街舞排练时常常是深夜离开，黎明即到，一天只睡几个小时是家常便饭。只要是对这二人稍加了解的，类似的例子就不胜枚举，在此就不一一赘述。这样的积极向上，永不止步，为梦想竭尽全力，为明天放手一搏，目标永远是东升的旭日，而不管是身处谷底还是立于巅峰。这让我想起一句话：拼搏的男生最帅。但如果他们有了耀眼的光环加身，有了夺目的头衔加持，而自高自大狂傲无人知时，那就是说再见之日。上帝欲使其毁灭，必先使其疯狂。这样的博君一肖，连自身都行将末路，那么你让我怎么再将其视为经典？3. 不再志节高雅，而是卑鄙龌龊。能够从那场来势汹汹的漩涡中全身而退，经历残酷的打磨与验证，而能逆风翻盘，肖战的干净纯粹，功不可没。王一博虽少年成名，但难能可贵的是，他不被娱乐圈的污浊所浸染，清醒纯粹，通透豁达，正成为新时代下年轻一代的精神榜样。这样的两个人，如莲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始终坚守初心而不移，保持本善而不异。但如果有一天，他们褪去了纯真，与卑鄙为伍，与龌龊为邻，视光明正大为冒傻气，而将与下流无耻结成朋友，那么这样的博君一肖，给你，你肯要吗？4. 不再团结一致，而是指责攻讦。关于博君一肖的谣言满天飞，作为反谣达人的二人，却从未对此发表过只言片语。只要涉及对方，彼此都不约而同的选择缄默，因为有时沉默是最好的保护。在风口浪尖上，无论你说什么，总会有各色人等从自己的利益角度加以解读，反而会掩盖事实真相。那就不妨将一切留给时间，毕竟时间是最好的疗伤药，也是最佳的公证员。但如果有一天，这二人不再默契一致，不再团结对外，而是互相指责讥刺，互相推诿攻击，像街头的泼妇一样，将脏水拼命泼向对方，而借以证明自己的清白，这样的狗血剧如果出现在博君一肖身上，我除了痛骂自己瞎了眼睛，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吗？5. 不再实力称王，而是兜售辉煌。这两人从毫末起身，凭借自己的努力毅力坚韧顽强换取立于巅峰的实力，这就是历尽千帆，实力称王的真正意义。但如果有一天，他们丢弃了这架凭借汗水拼搏搭建而来的成功梯，而是津津乐道于曾经有的欢呼与喝彩，谈话的开头永远是想当年我像祥林嫂一样四处兜售自己的已然逝去的荣耀与辉煌，那样的志得意满，鼻孔朝天，浑身散发的不再是阳光的味道，而是弥漫着迟暮的腐臭。这样的博君一肖，不说再见，还能说什么？6. 不再奉公守法，而是投机取巧。娱乐圈太容易翻车了，毕竟名与利对人的诱惑太大，能身处名利场而能行止有端，取舍有度的，是需要最庞大最坚实的定力与毅力的。以肖战为例，就是代言圈里公认的难搞，因为找他代言，他一定是要你的各种法律手续与资质证明的，哪怕有一点不合法合规，他就会毫不犹豫的转身离开，没有一点商量余地。而王一博，歌影视舞等全面开花，其收入不可谓不丰，但其财务状况一直清朗，
也是妥妥一枚奉公守法小公民。但如果有一天，他们的收入或者名声不再是靠着一滴汗一滴汗的实力拼搏累积，而是另辟蹊径投机取巧，那么这样的博君一笑，也许我们连再见都懒得说。其实说到底，对博君一笑最大的质疑声，源自二人的关系。对于这份感情的性质，我以为，则是这其中最不重要的一环。就像钱钟书先生婉拒记者采访时所说，如果你吃了一颗鸡蛋觉得味道很好，为什么一定要认识下蛋的老母鸡呢？只要这份美好长存心间，真的没有必要纠结表现的形式。记得王一博曾经说过，粉丝是陪我们走一段路的人，但对于粉丝来说，明星何尝不是陪我们走一段路的人？我们的仰望明星，是希冀从那里得到正能量的引导与激励，而绝不是通向深渊以及暗黑的牢笼。也就是说，能够让我们对博君一笑说再见的，不是他们的关系，而是他们抛弃了真实向上美好和纯净，熄灭了我们对人间那份纯正美好的期待，那时，我们将再也不见。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